大家好，我是云飞，很久没有给大家更新小米类的软件了。这回我在比较长时间的使用里面，发现了小爱大模型，它有了比较长足的一个进步。我觉得它这个大模型是真正达到了一个可用的一个状态，而且在生活中有非常多好用的地方，但不一定大家都知道，或者说很少有人会这样去使用它。我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一个使用方式，如何正确的使用它，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那些问题。那么点赞收藏，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目前我这边的手机小米4和小米4 Ultra 它都是搭载小爱同学大模型的。具体有哪些手机可以搭载小爱同学大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列表，基本上里面都是可以使用的。如果你是里面的手机，可以去小米社区 APP 里面内测申请一下，名额还是非常多的。回到正题，正常来说，我们很难让它和一些正经的生产力信息来结合，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小爱的一个使用方式。先前的一些提问都太简单了，我们需要像 GTP 大模型对话一样，自己主动去引导式的去提问，然后寻找出你自己需要的那个解决方案。除了官方提示我们的这些功能，我个人认为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提供了 GTP 式的提问。我们可以简单的先看一下官方标注的这些全部功能，点击这个，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来说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功能啊。我们可以直接到这边的全部技能这里来简单的看一下，比如说小爱精选、大模型探索区，目前推荐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娱乐向的，比如说这个脱口秀大师、傲娇女友、粘人女友、恋爱脑对话之类的。除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稍微的再探索一下，比如说这个 AI 绘画，就是直接发需求给他，然后它会给我们生成一张图片，但是这个风格和具体的细节是不能够再调节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生成出来的这个图片，已经好了，然后我们可以直接保存到相册。这个我个人认为，也是目前来说仅是一个娱乐向的一个东西啊。当然，这取决于你去怎么使用它。然后这里有一个角色扮演。我们的今天重点在下一个职业扮演里面，比如这个人生规划师，我们问他出国读博应该怎么去申请，这才是我认为它大模型的一个价值所在。而且它在下面有一个参考的一个来源，招聘校招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然后3月底面试可能会被问到哪些问题，然后针对抖音做一个 SWOT 的一个分析。这些都是一些相对来说专业一点的东西啊，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试试这个职业扮演的一个功能。我个人觉得，除了一些比较好玩的功能，职业扮演是里面最具性价比的老师了。你可以在这个模板内部看到非常多的专业术语，你可以利用这些提示词来激活小爱大模型更深层次的东西。你得到答案的深度取决于你提问是否具备同样的内容。互联网上很多东西都非常新，一个人不太可能去了解到那么多东西。同时，现在百度已经很难再找到一篇准确的回答了。而大模型的优势就是在海量的信息里面提取到对应你问题的答案，并且优化整理。对于你提出的问题，这就大大提升了效率。大模型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理解我们提出的问题，并且比较准确的提供相应的答案，这是此前搜索引擎所不能达到的。我可以给大家具体的演示一下。然后现在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小爱大模型和咱们这个百度它一个区别，比如说一些没有那么具体的一个需求。好，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他们的一个答案啊。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如果我们直接询问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百度搜索出来的这个是广告，3个广告。从这里开始，它有了一个具体的一个帖子，但是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搜索，去甄选，对吧？而大模型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一个结果。CPU 它是推荐了J3455，然后主板它都是给了具体的一个型号，内存 DDR3 或者 DDR4， 然后一个 mini 的机箱，价格100到200，电源也是100到200，然后总计它是按照我们的这个预算来的，是1000块。好，我们再来接着问，比如说我现在挑选到了一款机箱，百度依然是2个广告，那它搜索到了，然后第3个我们可以进去，从百度百科得到一个
具体的一个信息，这个还算是比较快的。如果是我们用搜索来说，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大模型给我们的答案，它是会分几个类别，一个是机箱的样式和兼容性，一个是扩展能力，一个是散热能力，然后还有一个前置的一个接口材料和外观特殊性。而这个的话，就需要我们自己去整理，自己去了解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区别从这里你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大模型版本这里还有一个搜索增强的功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增强一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从它这里的这个答案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参考了3个什么值得买的一个内容，然后这个是中关村在线，它是参考了4篇文章，从而得出这个结论，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这个是我想向大家展示的一个和百度搜索对比的一个结果，这就是它一个非常明确、区别非常大的一个点然后小爱大模型它一个搜索增强的原理是基于差不多4篇文章来进行一个统一的整理，然后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一个答案。然后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泛的内容。我认为大模型它比较专业的一个点，就是它可以帮助你了解你从未涉足过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我们摄影行业的一个 DIT， 它这里直接搜索出来的是这些视频，我们可以直接点进去查看，快速了解 DIT 相关职业的一个问题上下之类的。然后这里也可以看到这里一个 BOSS 直聘的一个 DIT 的一个招聘，因为我这里有说薪资大概是多少，所以它匹配到了这个 BOSS 直聘。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大模型版本它给的一个答案然后这里又是有了4个参考，这个可能会更准一点入门就是在6000到8000，然后经验的增长到12000到15000，还是非常高的然后我可以再来搜一下我们之前整的这个黑群晖，我们可以来搜一下，现在是短视频时代嘛匹配到了这些短视频黑群晖白群晖的区别，但是这依然是没有直达我们问题的一个本质我们是想要知道什么是黑群晖，为什么会有黑群晖，黑群晖的弊端和优点所以这样看下来，你应该是能够察觉到大模型和我们传统的搜索引擎之间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它的区别点在于大模型是可以比较准确的知道我们提问的这些问题，而且知道你要问什么，并且会根据你所提的问题去回答你。对比下来，你是否有了一个答案呢？大模型的使用是提问式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直接到达问题的本质，而搜索引擎的使用是看匹配程度，得到的结果也是需要我们自己搜索去挑选。这2者是属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可以直接问大模型，而具体到细节上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使用搜索引擎匹配到之前遇到同样问题的网友。这没有高下之分，但为什么我要说我们要学会使用大模型呢？我个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会有一个即问即答的老师可以实时的在线解答你天南地北的问题，特别是还不需要你付钱。我个人认为，虽然没有到改变生活的状态，但是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是真的可以对接得上，是挺不错的。我也建议大家都试试，毕竟有很多人应该都有小米的手机，小爱还是使用原来的方式在使用，我觉得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我还有一个比较个人的点，因为我的普通话不太标准，而且口语和实际的文字会有一些差别，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倾向手打问题，然后询问，在我的体验下，逻辑和准确度都会有很大的提升，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小点。当然，小爱大模型也不是全能的，毕竟它只是手机搭载的，我并不是说它是最好的，我只是说大家可以尝试的去玩一下，带入到实际的生活中去使用，还是挺好的。而且遗憾的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适配的都是手机，也就是说平板和电脑上面它并不能使用，这就有很大的限制了。大部分生产力其实都是集中在大屏设备上的，至少是对于我来说。我希望平板的适配可以上点心，6S Pro 快点跟上呀！希望本期视频可以帮助到你了解小爱大模型版本，还是非常好用的。你试着变换一下问问题的角度，你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大陆。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也欢迎留言。最近我老觉得小米的软件是越来越疲软了，软件系统曾经的强项，现在反而是拖后腿了。大家有遇到啥值得吐槽的问题没？留言一下呗，我还是挺想知道大家现在使用小米手机用的怎么样了。我是云飞，记得
点赞、收藏。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